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我们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呢，都会上载一支影片呢，是跟马来西亚的社会啊、历史啊、文化有关的。那你知道马来西亚的政治是什么时候是最精彩的吗？噔噔噔噔，当然是大选或者是补选的时候啦。那这是因为呢，每当到了选举的时候呢，不管是候选人啦，或者是政党啦，他们都为了要讨好这个选民啊，针对其他的政党而展开各种你来我往的局面啊，既要开记者招待会来发表竞选承诺，又要回答各种各样的这种尖锐的问题，于是呢，就会经常发生我反驳你，你反驳我的反驳，我反驳你的反驳的反驳等等，就是反驳来反驳去的画面啦。如果呢转速不够快的话呢，会分分钟呢看不到一半呢就晕掉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晕哦？最近好像新古毛啊、补选啊，不是有很多的那些新闻版面啊，都有很多的这个报道啊，或者是一些讨论吗？那可能距离比较远的朋友对于新古毛的补选感受不是很大，但是由于它还是有一些热度，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做了。OK， 到底新古毛的补选是在吵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带着你一起去看看这一次的新古毛补选吧。Let's go！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夸拉库波巴鲁新古毛就是夸拉库波巴鲁。呢，就是简称 KKB 啊，不是 BBK 哈，是雪兰莪州呢北部的一个小镇。从吉隆坡市中心呢开车过去呢，大概是要大约1个半小时的左右。新古毛呢依山傍水啊，是早期呢雪兰莪发展最蓬勃的城镇之一。那新古毛除了有19世纪最重要的资源就是锡矿之外呢，更是雪兰莪进入澎洪的必经之地。那这种条件呢，自然就让新古毛呢发展成为雪兰莪早期的重要锡矿产地。OK， 并在呢1892年呢就有了铁路系统。那是雪兰莪呢除了是吉隆坡还有巴生以外的最大的城镇之一。现在的这个新古毛已经是回归宁静了，是一个人口大约4万，约一半是马来人，其中呢华裔又以客家人居多。Fun fact， 你知不知道新古毛为什么叫做新古毛吗？有新古毛，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有旧古毛呢？那古毛又是什么呢？我相信看这影片的朋友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吧？那我们现在荧光笔不就来告诉大家了吗？那先说一个很简单的哦，根据当地人的这个说法呢，古毛其实就是枯木的这个客家话发音转化而来的哦。那至于新旧古毛又是怎样来的呢？据说大约在200年前，一位马来王族呢就看中了这一片有山有水的风水宝地，于是呢他就在河口那边呢建了一座城堡，打算呢就在这里呢长期经营的。河口城堡在马来文中就是夸拉和库布啦，于是呢就有了夸拉库波这个名字啦。后来呢，人们为了要更好的发展这个地方于是就在夸拉库波上游呢建立了水坝，以更好的控制水流。然而呢，从古毛镇一直到这个福隆港 Bukit Fraser 这一带，就是因为商业还有矿业的这一个发展呢，就导致这个土地过度的开发。大量的泥沙呢，就随着雨水流入了河中，并最终呢导致水坝的堵塞，引发了多次的水灾，就让古毛人呢烦不胜烦。1926年的一场超级大的豪雨呢，就导致了这个水坝直接缺堤，引发了一场大水灾，冲毁了古毛镇10多间的屋子，夺走了非常多的生命。这也是古毛镇的另外一个外号安邦普查的由来啦。1931年，政府宣布呢放弃重建古毛镇，并决定呢搬迁到远一点点的地方，重新建立一座新的城镇。而这就是今天的主角新古毛啦。这里有没有新旧古毛人报道或 tag 一下？你觉得我们的介绍合格吗？如果觉得不够的话呢，请帮我们补充哦，谢谢。留言区聊。夸拉库波巴入补选，2024年3月21号，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呢因为癌症去世，新古毛的议席呢就因为这样子而悬空，于是需要补选。2024年的4月24号，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就宣布，新古毛的州议席补选呢，将会由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的政治秘书彭小桃上阵这名字有点 Q。隔天呢，国盟则委派土团党乌雪区部代主席，也就是这个凯鲁阿萨瑞凯鲁亚兹哈利上阵。当我们以为这个舞台都已经 set 好了，候选人都已经准备要登场的时候呢，却是马华率先呢跳出来抢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这是因为呢，正当呢团结政
政府呢如火如荼的展开这个竞选活动的时候呢，马华总会长魏家祥就气扑扑的表示啊，你们行动党现在侮辱我们马华，现在又要我们马华帮忙助选，不美。马华跟行动党一直来都没有啱牙这件事情呢，大家都知道的。那这次到底又是发生了什么事，让马华总会长这么直截了当的跳出来拒绝同样是团结政府成员之一的行动党呢？原来啊，魏家祥呢是在针对陆兆福早前去到凯里的这个 podcast Classic 站当嘉宾时的说的这几句话。Saya bukan tak suka BN, saya tak suka MCA. What did you think of MCA? What do you think of MCA? Image MCA bahawa dia tidak mementingkan kepentingan rakyat, terutamanya masyarakat Cina. I mean that persepsi lah. Dia parti tauke, parti yang hanya untuk orang kaya, orang yang ada kedudukan dan sebagainya. So persepsi, saya tak kata betul atau salah, tetapi itu persepsi. sebab sekarang ni rakan sebab itu persepsi lah. Dan saya dah banyak kali saya cakap, I mean I would in my life I never thought of joining MCA. Itu tak pernah terlintas dalam fikiran saya. 换作是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嘞？那不管你觉得怎么样啦，反正呢，巫统就先跳出来表示，打咩，这样是不可以的。4月25日呢，巫统最高理事啊，洛曼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呢而炮轰马华的决定。他认为呢，马华是在破坏团结政府的这个团队精神。他表示说，如果我们已经同意成为一个团队，那我们就应该以行动表示我们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眼看自家队伍在比赛刚刚开始就来了这一套自己人打自己人，那内政部长赛夫丁呢就连忙出来灭火啦。他急忙呢表示呢，团结政府呢体谅马华的坚持，表示说呢，这并不会破坏团结政府成员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啊，团结政府各成员党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非常的密切的，并且呢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马华还是团结政府中的一员，也没有打算要退出国政。而捡到子弹的这个国盟呢，当然就不会就此放过这个课题啦，马上呢就在这个课题上的煽风点火，好像在烤肉干这样。那以这件事情呢来嘲讽团结政府并不团结，因此呢就要呼吁选民啊，与其把票投给这样分裂的团队，就不如把票投给更加团结的国盟哦。除此之外呢，伊斯兰党宣传主任阿莫法德里呢，也刻意挑起彭小桃的这个学历背景，企图呢想要透过质疑他在读中和华小度过的中小学生涯来刺激马来人的敏感神经。不过呢，就目前看来啊，他算是失策了的，因为啊他的言论呢并没有激起太多的浪花，就让国盟呢遭受更多的抨击，逼得呢土团党青年团团长袁怀少 Wan Ahmad Fashal 出来澄清，算是拿到这个石头砸到自己的脚趾了。政治娱乐化的体现啊，不知道呢，你是不是也在纳闷呢？为什么每一次一到大选啊，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呢，都会没完没了的？如果呢，我们告诉你啊，这是政治人物的目的，也许就是为了要混淆视听，那大家就可能会觉得，不那么奇怪了。这是因为啊，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压根都没有想要好好的、认认真真跟选民们一起去探讨一些民众所在意的一些课题。而最好的证明呢，就是两边政党对于这一次补选的 priority list 都没有把正事放在前面。那你试想想看啊，如果你要出来竞选啊，讲真啊，如果你出来选啊，今天真的是出来江湖走了啊，你第一件事情想要做什么嘞？通常呢都会是说啊，自己赢了的话嘞，我想要推动一些什么样子的计划啦、理想啦，我希望可以改变一些什么啦，诸如此类的话，是吧？不过啊，这一次的新古毛选举期间啊，两边的政党呢都没有优先提起自己到底会为新古毛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而是忙着在各大社交平台还有造势大会上呢，以质疑啊、挑衅啊、谩骂等等这些方式来互相攻击啊，仿佛呢这就是一场斗大声还有比搞笑的脱口秀节目，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其实呢，这个对大部分的观众而言呢，又不奇怪也不陌生的这一个现象呢，就是所谓的政治娱乐化啦。在这个专注力大家都非常的匮乏，有很多东西都在抢你的眼球的时候啊，政治人物为了要迅速被我们注意到，就只能够以博眼球的行为，包括不断的情绪煽动啊，加上各种无厘头的搞笑啊，让这个严肃的政治高度娱乐化，把政治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show。所以呢，我们就不难会发现啊，不管是在补选的时候才会有的这个造势大会上，还是各种政治演讲，那一种非常枯燥冰冷的这个数据还有数字，以及那些我们听不太懂的理念还有道理呢，都被牺牲掉了。慢慢的呢，就会变成没有人要关注的议题。因为呢，只有欢乐还有煽动呢，其实是并没有办法把现实面的运作说明白的。这就会在无形之中呢，将我们跟政策还有法案之间的距离呢，越来越放大。最终呢，就只能够任由这些政治人物去摆弄了。所以，希望今天提醒呢，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候选人比一比，
那5月6号呢，也就是在提名日过了2个礼拜之后，并且呢是在这个距离投票日还剩下1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点，参与新古毛补选的4位候选人终于宣布了各自的竞选宣言。将词宣布是正常的吗？不正常。我想说，你1个礼拜之前才来宣布，你 OK 没有 ？Anyway， 那西蒙候选人彭小桃的竞选宣言呢，就聚焦在新古毛的5大主题，包括了这个经济发展、基本建设、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以及人民福祉等等各方面的议题，并且承诺呢会透过更好的保障政策呢，以确保任何人都不会被边缘化。国盟候选人这个开鲁阿扎瑞呢，也是一样5大宣言，会为新古毛居民呢要带来更多更好的这个基础建设啦，要维护新古毛的环境啦，加强地方经济啦，促进青年与妇女潜能啦，以及保护少数族群权益。而人民党候选人菲沙在努丁呢，则宣布6大竞选宣言赢了1个，并以这个 Selamatkan Rakyat Agama dan Tanah Air， 也就是拯救人民、宗教与国土作为口号，并且承诺呢将致力把提升还有促进新古毛地区的经济，以及增加居民的收入，以及提升公务员和家属、妇女、乐龄人士及孩童的福利。那至于这个独立人士呢，饶可欣就来了，他塞浪，他已经提出了20点竞选宣言，承诺呢当选之后呢，会致力提升新古毛的这个基础建设，以及监督生活物品的价格。除了是确保新古毛居民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更会努力的提升 B40群体的这个援助。说到这里呢，不知道我们观众里面有没有新古毛的选民呢？如果有的话呢，不妨留言给我们看看你觉得这些竞选宣言听起来有没有 picture 啊？还是觉得好空泛的感觉哦？那有什么想法呢？都欢迎补充的。结论啦，那其实呢，就对这个雪兰莪州议会而言西蒙目前呢是属于稳定的执政，新古毛这个席位呢，并不会给双方带来多少实质意义上的这个改变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各位观众呢，在聆听政治人物的各种言论的时候也不忘要进行多方面的资料收集，趁现在这种阶段好让我们可以把这些政治人物看得更清楚一些。那我们当然明白，轻松的这个呈现方式呢，会让严肃的政治变得更容易接受一些。不过我们荧光笔也想要提醒大家来划重点。我们呢，身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们应当要严厉拒绝纯粹搞笑的政治或者是政客，因为呢，说到最后政治秀并不能够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的。所以呢，如果你厌倦了这种很无厘头的这些政治把戏、很无谓的一些说法，或者是很把我们当白痴的一些事情的话呢，那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让这些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比如说挑动我们的情绪，或者是被煽动。那我相信呢，聪明如你们应该会明白我们的意思吧，对不对？无论如何，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我其实自己呢是没有去过新古毛的啦。新古毛有什么好吃？有人知道吗？他们没有回答你来告诉我们好吗？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每个礼拜3、一个礼拜6呢都会上一支影片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或者是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一片国土。那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我们的随缘片，只要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发生呢，我们都会 extra 做 bonus。那做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钱的哦。所以呢，如果你支持我们的影片的话，或想要我们做更多，可以走更远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一个月1杯奶茶的钱就可以让我们做更多的 video 啦。好，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我是英英，拜。